他加注了2600，我拿 AK 不同花要来了 ，AK 不同花，然后我就 all in， 对手就想一下啊，他决定跟注啊，他的牌呢是一对8，然后呢这个时候转牌来一张8，然后旁边就在敲桌子，敲桌子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滚了，你 AK 可以滚了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就是人家中8了，你 AK 不会赢了，我就坐在那边，我就说 5， 然后合牌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现在人在 WSOP 的赛场。我们今天要参加的赛事呢，是一场$1000的猎人赛。这是一场神秘猎人赛。它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这边呢会打到22个级别，也就是说进入前圈之后呢，它不会马上进入 Day 2，也就是说还要再打大约3个级别。代表的是进入 Day 2呢，可能剩下7%左右的人数，意思就是非常的难进。但是呢，它总共有4个组别，总共可以报名8次。然后昨天打了1手没有进，今天尝试第2次。然后进了 Day 2之后呢，假设你击倒了一位玩家呢，听说他的做法呢是给你一台 iPad 叫你按抽奖，所以是电脑控制。然后呢，1000到5000，最少是1000。如果说你抽到的不是1000到5000，是一个神秘的宝箱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要上台，请到舞台上，然后最少是$25,000，最多的宝箱呢是$100万。听说只有一个，所以大家都是这样想要来抽奖的。今天同时还有一个线上比赛，所以我等一下会打现场比赛，因为这是10人桌，所以我会开着手机打一场金手链的线上比赛，2场同时进行。走。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我们的第一个休息时间，发生了几把有趣的手牌，跟大家讲一下。这场比赛呢，我一上桌之后呢，是4万的起始筹码，基本上没有牌可以玩非常的无聊。从4万多的筹码呢，输了一些翻牌前的抵抗，然后直接 check fold 或者是这种小底池，让我的筹码量呢从4万掉到了25000多。有4手牌跟大家分享。第一手呢是我在27000左右的时候呢，我在这个 UTG 拿了 AJ 同花，这个时候的盲注级别我记得是500、1000，我在 UTG 加注8人跟注之后呢，大盲弃牌，然后翻牌是6、7、10。那对于这个bottom位跟注的玩家呢，其实我们的持续下注频率呢就会非常的低然后我就 check 我的 AJ 同花，然后对手也 check， 转牌来一张8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AJ 呢也是更是一个 check，对手呢也 check， 合牌来一张 Q， 没有击中我的范围，合牌我有 check， 对手是一对5。那很多人会觉得说，翻牌为什么不持续下注，好像就有机会可以赢下底池？但我们根据这个整体的策略来说呢，其实我们翻牌呢会有非常高频率的 check。那再加上这个转牌，其实我们的9并没有特别的多，但是对手可能会有8、9同花、9、10同花，是我在10人桌的 UTG 可能不会有的范围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check。然后我们输了这个底池之后呢，剩下25000左右。然后下一手牌呢是我在大盲位，然后我放了1000的前注，放了1000的大盲之后呢，我大约剩下23000多。这个时候呢弃牌到小盲小盲加注到2200。那我看我的手牌是1对2，所以呢这边大约只有23个大盲、24个大盲。我觉得最好的策略呢是直接 all in， 因为这种5以下的对子呢，其实扣绝对也是正一笔但是你要想到的是翻牌之后，因为你扣了之后你就要打翻牌嘛。翻牌之后的可玩性是非常非常的糟，我宁愿去跟一个 A2 到 A5 同花，我也不会去跟22。原因就是因为22只要不开2的翻牌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难处理，所以我当下觉得 all in 是最正确的选择。那我 all in 之后呢，对手想一下还有弃牌。赢下来这个底池之后呢，我大约就有26000多左右。接下来这一把牌呢，我觉得是关键的手牌是10人桌的 UTG 加2，一位老先生，这个时候的盲注级别的是600、1200，他加注到2600。然后我在 low jack 位，我拿 AK 不同花看到镜头要来了 ，AK 不同花。然后呢，我就演了一下确定一下我的筹码量25600，然后我就 all in， 对手就想一下
他决定跟注啊。他的牌呢是1对8，我觉得1对8对他来讲算是一个很边缘的手牌。我觉得1对7，如果我是他，我可能不会跟99以上一定会跟99 Ace Queen 我觉得都一定会跟。然后他1对8跟注，我觉得算是合理的范围之内。翻牌2、3、4啊，无关紧要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转牌来一张8，然后旁边就在敲桌子。敲桌子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滚了，你 AK 可以滚了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就是人家中8了，你 AK 不会赢了，我就坐在那边，我就说 5， 然后合牌就5，然后我就超镇定，我坐在那边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准备要起身走人的感觉，没有，我就知道会赢，所以我就成功的从这手牌呢翻倍到大约5万多了。那还有一手牌呢，是在10人桌的 UTG+1的玩家，他大约有4万的筹码量。盲注是600、1200，他加注到2500，然后我在 low jack 位，我拿 A8 黑桃，我选择了跟注，我的筹码量有5万。另外一个跟注的玩家呢是大盲位的玩家，是一个韩国玩家，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多，他 cover 我们2家，他大概有10几万，然后他打得非常的松。翻牌前我觉得我跟注，然后如果说比较弱的玩家在盲注位会跟注的话，我觉得是蛮正 EV 的。虽然说我们有效筹码大约40个大盲，但我觉得 A8 同花绝对落在翻牌前可以跟注的范围之内。翻牌呢是梅花 K 黑桃10黑桃5，然后我有一个同花的听牌，大盲位 check 啊，加注的玩家呢这个时候也 check。我觉得很合理哦。我们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呢，我觉得他甚至会 check 他的 KK、AA、AK， 我觉得甚至是10可能不大会，但是也有机会。很多玩家他很有机会会因为我的范围其实很紧哦，其实我会有很多 King Queen， 甚至是 Ace Queen、Ace Jack， 甚至我会有10，所以我觉得他会 check 很高的频率的范围呢是非常很有可能的。那问题就在于说 check 到我之后呢，我的 A8 黑桃要不要下注，还是要过牌？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种想法。我如果认为他会 check 很多强牌的话呢，那我觉得我会偏向 check 多一点。如果我认为他们有牌就下注，没牌就会 check 的话呢，那我应该要炸胡多一点。我所谓的炸胡就是我今天下注的话，我可以让他的99、88，甚至是 JJ 弃牌，甚至是10J 弃牌，那其实是非常的好哦。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呢，我决定的策略呢是50%过牌，50%下注。然后我看我的手表，好。选择过牌，然后过牌了之后呢，转牌来一张无关紧要的红桃9。大盲位的玩家 check， 翻牌前加注的这个前位玩家呢，选择了下注7000。这个时候我记得底池接近1万哦，我觉得它的范围呢会非常的强哦，甚至他会觉得它会有 AK、KQ 类似这样的手牌，所以我觉得我这边甚至我觉得可以考虑弃牌嘛。我觉得我们的抽量是够深，再加上我认为大盲位是有机会跟注的话，我觉得跟注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加上我有位置啊，记得有位置的优势呢，我们就尽量看到合牌，才能利用我们的位置的优势。所以我选择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的玩家呢也跟注。那大盲位跟注的范围，我觉得可以很宽哦。譬如说，它可能会有10J、10Q 不同花，甚至是什么6、7、7、8、8、9，就是我觉得这个韩国玩家他只要尬到一个对子，然后有一些卡顺的听牌，我觉得他都会有机会跟注。所以呢，这个大盲玩家跟注无所谓。然后底池大约是1万，然后再加上7300个人嘛，所以到合牌来一张最好的黑桃3，哦，中了 A 花 nuts， 然后底池大约是33000，然后大盲位 check 啊，前面加注的玩家呢，他这个时候呢，他看到合牌开同花了嘛，他就下注了一个11000。那这种底池33000，他下注11000，这种1/3的下注尺寸呢，其实我觉得正常人的范围就是他觉得他的牌很强，可是又不够强下大注，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合理。他可能是 AA， 他可能是 King Queen。他可能甚至是中 set， 但是他知道合牌开同花，他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大尺寸的下注。根据这样的范围呢，我们的 A 花要怎么样做决定？如果说我今天是小一点的同花的话呢，我可能会加注小一点，但我认为我的 A 花呢必须要使用大尺寸的下注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大盲位很有可能跟一个什么 J4 黑桃、Q6 黑桃，就是转牌是一个卡顺代买同花。那对上这一些同花的人呢，其实你打多少他都会跟注，可是我这边加注小尺寸，他也会只会用跟注。我要拿到最大的价值的 A 花呢，很简单的逻辑就是我就是 all in。所以我当下想了一下，然后选择了 all in 之后呢，我的 all in 的筹码量是44800。那我觉得大约是接近一个 pot size 的加注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筹码量呢也没有到非常的不合理。然后大盲位很可惜啊，他就1秒就弃牌了，然后反而是加注的玩家一直在想，他说。你有可能同花听牌不下注吗？翻牌啊，当然有可能，因为我实际上就是没有下注。
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选择了弃牌。然后最后他出局啊，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是 KK， 他中3条 K。那我觉得也很合理啊，就是对吧？很多人 KK 就会 check。然后大盲位的玩家呢，他说他是 Q10啊，就是一个中队，然后转牌多了一个卡顺。那我觉得也很合理啊，他有队只有卡顺一定会跟住，加上他也有10，所以这把牌呢，我觉得我的下注尺寸蛮好的，我觉得我的策略选择也都蛮不错的，然后就是赢下了蛮多大底池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筹码量呢，大约有，我记得刚刚离桌前看大约是8到9万，所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筹码量。关键的我们今天就4手牌，前面2手我觉得比较无趣一点，然后第3手的 AK 呢，整个桌上就问说啊，你这个在 YouTube 上看得到吗？我说看得到啊，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想看啊，对啊，他怎么会想看呢？他一定不会想看嘛。我说我会想看啊，但你不会想看，所以他也没有想要问我是哪一个 YouTube 频道这样子。他说我要做一个那个直接输入名称这样子，还是扫一个 QR code 让他来扫这样。对，反正他就是问说这个会上，这会上，一定会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继续我们下一个阶段的比赛。